老公领他妈去办电话卡，把我婆婆办成了一个老赖，现在要被击毙。我的婆婆昨天晚上后半夜到了北京，到了告诉我托运的行李全拖丢了，机场说帮着找找，现在也没找着。然后今天早上我婆婆可怜兮兮的跟俺俩说我呀需要在中国办个电话卡，问俺俩能不能帮她买一个，我就让大胖媳妇带她去了，俺家阿姨还跟着的。结果到了买电话卡的地方，人家告诉大胖媳妇有2种电话卡，一种是全价卡，就是新号，从来没被用过；一种是半价打折卡，旧号，就是别人不知道因为啥原因用一半不用了。但是作为卖电话卡的人呢，人家有义务告知大胖媳妇，就是这种频繁换手机号的人呢，有很多这个情况比较复杂，你很有可能会接到一些催债呀、要钱呐、索赔呀、威胁呀什么之类的一些信息。但是呢，他确实半价。大胖媳妇说，很抱歉，我其实没有太听懂，我就想问，如果我妈买了这个半价的便宜卡，那最坏的可能是什么？对方说，最坏的可能就是以前用这个电话卡的人是个老赖。大胖媳妇看了他一眼说，这有什么的？我妈也是老外。我是老外，他是老外，是老赖，老赖不然就是老外。俺家阿姨也不会几句英文，就在努力的跟温迪解释。老赖 no good， 你虽然想省点钱，但是你真的愿意被人当成老赖吗？结果人温迪I don't know， 我喜欢这个名字，老赖 kind of 听起来像 Laura。毫无疑问，我当然要买那个半价的便宜的卡。俺家阿姨也没有办法，最后买了个老赖号给温迪插上。大胖媳妇回家之后，我给她解释了，她明白了，但她看她妈有点害怕那样，她觉得有意思，她还逗她妈。她告诉她妈，完了，咱俩当时都没听懂，犯了个错误，玩大了。这边的规矩就是就按卡找人，卡在谁手里谁就得还钱，看看你手里多少现金，要不然他们要真做出什么过激行为了，那我也帮不了你。温迪真是开始越来越害怕了，手机又来短信了，偷摸给我看。我一看短信，其实就是流量包，没啥。大胖媳妇在旁边装她看懂了，告诉她妈，妈呀！对方说不许动，已有狙击手在对面楼顶瞄准你，你不转账到这个账户，计时180秒，计时结束他就开枪。温迪虽然嘴硬说他根本不怕，但其实脸色已经完全变了。我就寻思，你说温迪还说要来中国帮我带孩子呢，这第一天给自己带成老赖了，明天还要领孩子出去玩。他身体是不错，但这么折腾我也怕他腰酸背痛，所以给他准备了 BKT 护腰坐姿仪，坐上感觉有双大手托着腰，有个很好的支撑，采用人体工学设计，怎么动腰都能贴合身体曲线，让腰特别舒服，久坐不累，小巧轻便，哪儿都能用。接下来这一个下午，好几个诈骗电话骚扰信息，有人连着给温迪打电话，温迪也听不懂我接的，温迪还好奇他说什么。我说对方问你是不是刚刚卖了车的赵艳辉，温迪说你告诉他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赖。 I'm just a 老赖 I'm just a 老赖。接上。老赖，我要疯了！这外国人和我们旅游的文化差异太大了，旅个游给我折腾完了。我们来到了美丽的桂林，就是20元人民币上面美景的原址漓江。上船开始，这导游吧，每隔一会儿就会拿个大喇叭跟我们说：“大家请注意，右手边叫大象吸水，左手边叫骏马回眸。”又过一会儿说：“咱们现在右前方就是中外闻名的望夫石。”他们呢听不懂，就极度好奇，就一直问我导游说啥，导游说啥。我说导游说问你这个石头它像一个什么？温迪说它像一个石头，一个石头。我说你看啊，这个石头站着望向远方，因为她的丈夫没回家。温迪说那等他干啥呀？还站着等？他不回来应该也是在外头喝酒呢。我要是这石头，我早把门反锁了。这石头应该叫再见爱人，再见爱人。反正你跟他们说啥像啥，他们都理解不了。这外国人吧，他看山就是山，看水就是水，他们的景区就是纯景，不附加任何故事和意境。咱们呢正相反，咱从小就背古诗，就得背意境。你写作文要是不用象征拟人排比句，真影响你中考高考得分率。但是他们没有，他们的脑回路是直的，可以说只有脑路没有回，没有回。前几天我爸跟温迪讲这个李白的飞流直下3000尺，疑似银河落九天，我爸是这么翻译的。Water 哗哗哗哗哗 like a stars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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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温迪说哦，我的上帝呀，星星都干碎了。李白这是一部灾难片吗？灾难片。他们虽然不理解异境文化，但是呢还贼好奇，就一直问你问题。我不回答就问我爸，我爸解释了一天每个石头像啥。温迪最后说，你要是硬逼我说，我最多能承认的像块姜，像块姜。晚上10点回民宿，还拉着我爸要去天台游泳，游到半夜还得我出来喊所有人现在都回屋刷牙睡下去。我以前是俩孩子的妈，温迪他们仨一来，我觉得我是6个孩子的妈。而且我发现老大温迪最不好带，给我爸整的体力不支，第2天说自己身体抱恙。我去他屋一看，老头啥事没有，喝啤酒呢，就是不想出去被折磨了。我说爸，你休想让我承担这一切，我跟你一样，我可没有他们的体格子。所以最近我在尝试这个奥家宝金萃鱼油，一粒就有1.28克的欧米伽3，超浓缩含量高，还添加了维生素 E， 每天1粒，10项全能守护，很方便，给我这种又得工作又得带孩子，身兼数职下疲惫不堪的中年人打造。
后来大胖媳妇来广西找我们了，我跟她说，我说我爸还有导游就费尽心思跟他们解释这些石头像啥，你妈和你妹妹们完全不懂。大胖媳妇就找他妈谈话去了，说你们这样吧，有点折人家面子，你们配合一下，人家说像啥，你们就先说像，完事再自己琢磨。这下好，第二天温迪他们跟我们去溶洞，又是一个凭想象力的地方。温迪他们谨遵教诲，一直在捧场。他们带着一个导游耳机，能说英文，告诉他们哪个石头像啥，他们就一直夸。哦，对呀，好像啊。耳机说面前的石头是个笋，温迪是啊，多损呐，多损呐。但是吧，他们那个耳机有点问题，它慢半拍，是错位的。耳机说面前的是一个孔雀，温迪说，哎呀，真的好像孔雀呀，太生动了。其实他们面前的呢是金猴回首，孔雀还没到呢。我说温迪啊，捧场捧得好，但是捧早了，这个是金猴回首 ，Monkey look back。温迪说啊，等丈夫猴呢，我懂，旺夫猴，旺夫猴。外国人的婚姻到底有多脆弱？一个驴肉火烧就出轨了。我婆婆和我公公不是来中国了吗？张铁这2天一直属于一个生不如死的精神状态。在澳大上学，大胖媳妇学校这2天有事儿，张铁一个人在家陪寝，语言不通也就算了，吃的可遭老罪了。早饭拔凉三明治，午饭拔凉三明治。yummy。我想喝酒。酒。 What is he saying? Bojo means drink alcohol. 10 o'clock is too early to drink alcohol. Bad boy. 我咋就败这个呢？温迪他就这样，他只吃那种最简单、最无趣的白人饭。我们想出去品尝啥美食，他都不敢吃，就显得他这个人吧有点隔路。所以他这次带着他老伴儿布莱恩来，是希望有个队友。他都跟布莱恩说了，到时候你捍卫一下我，让他们看到不是我故意搞特殊，咱们都这样。结果布莱恩呢，坚守战线不到24小时，叛变了。大胖媳妇回家带着6个驴肉火烧，布莱恩很好奇，说：“哎呀，闻着挺香啊，这玩意儿啥呀？”大胖媳妇说：“驴肉三明治。”布莱恩吓一跳，布莱恩嘴上说不吃，心里已经开始动摇了。但是温迪不吃啊。这时候温迪瞪了布莱恩一眼，布莱恩被震慑了一下子，说：“啊，驴我就先不吃了。” What? 香迷糊了。 Oh my goodness. 一个都玩去香迷糊，一个都玩去香迷糊。布莱恩确实也想香迷糊，趁温迪一走，他就叛变了。吃完大胖媳妇问他爸：“现在吃一头驴这个事儿，你还不能接受吗？”布莱恩说：“吃一头驴我还是不能接受。” I could eat 10. 大胖媳妇和张铁发现布莱恩孺子可教，一起给布莱恩安利。你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缤纷吗？中国的美食遍布在各个小街小巷，那些看着破烂子的小饭店里。你愿意跟着我们打开新世界的大门吗？你愿意吗 ？Do you? Do you? Yes, I do. Do you? Yes, I do. Yes, I do. 于是这3个男人一拍即合，开启了中国美食探索之旅，把温迪一个人留在了家。温迪是吃的适应不了，来干的地方脸也泛红，老蹭我的施乐肤 C 霜。北京和东北冬天都干，就它能一整天保湿，干燥泛红都解决。出门不用想那么多，带 C 霜就够了。这么一大罐子，没酒精没香精，全家都能用。温迪都知道这牌子，在加拿大可火了。布莱恩太爽了，他3小时内挑战了糖葫芦、烤鸭、低头、低屁股、剪蛹子等中国美食。我说布莱恩，你叛变了，温迪不生气吗？布莱恩说：“我就叛了，怎么地吧？”布莱恩吃了1天，回来温迪炸毛了，跟布莱恩一顿输出。你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你的立场应该是跟我一样，没想到你来了，你就和他们一起孤立我。哇哇哇！温迪至少说了20分钟，布莱恩就冲温迪笑。 I love you too. I love you. 我瞅他，我就觉得不对呀。这次见布莱恩，他咋这么聋呢？我知道他耳聋非常严重，但是他们医院给他配了一个非常好的助听器。我就问他，我说你那个助听器不是说可好用了吗？布莱恩说好用啊，但是我根本就没充电。我说那没电的助听器，那不就是一对耳塞吗？那不更听不着了吗？布莱恩说对呀，你还是结婚时间短，这玩意儿就是要不再见听力，要不再见爱人。